往，痛快嚎啕了一场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生活过成了这样，不咸不淡的日子将就过了上半场。是谁养了一把傻子啊？我没哭，只是被迷了眼眶。别松手啊，我最好的傻瓜，你哪儿都不差，我没说谎话，你很好很好啊。最该被温柔对待的人是你自己啊。遥远的太阳在你身后头顶上啊。李总，江总刚刚又打电话来询问情况。知道，我这不是一直催着呢吗？唐军，我现在不知道你在哪儿猫着呢，我不用猜也知道你是不是又含糊了。你知道我最烦你这人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永远磨叽，是不是你约的我今天到这儿来过户啊？能来来，不能来拉倒，多大个事儿啊！别老给我在这肉。听见了吧，胡叔？就这个劲儿，我一听我就上头。我现在大概知道你为什么会迷恋这款合适了。多啰嗦一句啊，能真正抓到手上的母，那才是真正的目标。那你还在等什么呢，我的大少爷？走啊！石总，楚老刚跟我说他马上就到，您看您要不要再等一会儿？进。世清走了，走吧，都走吧。委员请。血压有点掉啊，能稳住吗？暂时还可以。伤口有点太多了，要不然我们分2次手术吧。加速吧，一次清理不完，后面人休克就麻烦了。我想要放弃，文木不能卖给教人。他就是李启，我就是李启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我会配合你们调查。林静，哎，帮我保管好。不，按规定这个不允许，我们必须带走。
我可以自己拿吗？可以，带他走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让严冬在留观室再多观察一阵再回去。啊？怎么了？陆军跟李启被抓了。啊？什么情况？前段时间我跟卫健委反映了那个医美培训班，才知道他们早就盯上李启了。领导很重视，联合了一些单位一起调查。一查不只是非法培训，跟他们有关那些什么机构啊、诊所啊，都有严重的经济问题。现在证据确凿，李启逃不掉了。顾娟转让协议签了吗？没签。老唐这次这么爷们儿？不是老唐，李启。啊？哦，那看来老天爷这次是站在咱们这边。那石静呢？他还有可能吗？师姐，好巧啊，又见面了。你手术做完了？家属签字了，程序都完备了，您再考虑考虑。哎，两位女士，其实啊，你都用不着跟我解释，不就是你替患者考虑，家属倒打一耙，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，我才决定弃医从商的。完全理解。博进是这个行业的龙头，当然要谨慎，要讲规则、讲流程。不过博进不就意味着搏一搏才能进步吗？我看过您的采访，博进之前是做进口医疗器械的小公司，还挺赚钱的。但是在发展最好的时候，您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，拿出所有的身家投入生产线，专做医美器械。这到今天也是一个冒险的决定。当时这个医美才刚起步，大家只认国际的大牌，要做国内的品牌还真是天方夜谭。你看的采访可是够早的，但是这跟今天的事情有关系吗？是，我承认今天所有的流程都有些瑕疵，但师姐，以您的眼光还有格局，不会为这点事情影响您的判断吧？你口才不错。说实话吧，在我们这次考察里，你们的流程在所有机构里边，应该是最规范的，也可以说是遥遥领先，没有之一。那您为什么不选择我们呢？因为业绩。感情您之前放的都是烟雾弹。我就说吧，我印象中的大师姐可不是那么死板的人。我要是不放烟雾弹的话，怎么才能看到我真正想看的东西呢？对吧？你们的业绩呢也不错，但是接近15%的利润率，没有达到预期。您刚才说您是弃医从商，我觉得还真不算。我们格木1年的流水都比不上博进1个月的利润，如果纯是为了利润，您就投资洗浴中心就得了，何必来投医院呢？再说，博进的口号不是一直倡导医美行业要尊重专业，回归医疗？要我说，您还是放不下当医生那颗心，对吧？是啊，师姐，我们做医生的最重要的就是患者了。我跟您分享2个小数据吧。今年的格木复购率到达了92%，这个客户的规模也比去年的成长了1倍，这是患者真实的选择。我之前给你发的那些资料里面都有显示，所以师姐，该登机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欢迎你们2位到上海来，到时候我请你们2位吃肚子哈。太棒了！那个，什么叫不在海？他这答应没答应？还挺能编的，92%，工资都发不出来。还是第一次在办公室喝酒，
下班后喝2杯，这可是周总给格木定的传统。甭管你的酒量行不行，你都得喝，是吧，周总？是，没错。偷偷告诉你们啊，这个酒是从秦总办公室偷来的。那就感谢秦总请我们喝，敬秦总，敬秦总。郊爱现在已经彻底停业了，我那些前同事们现在已经开始找工作了。岭南集团的江总现在正在深圳接受调查。这要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未来完全有实力做成一家好医院。偏偏不走正道。还有一个新闻要跟你们分享，李喜被抓之后，我有去配合调查，08年那个诊所的问题，就有答案了。除了罚款，还有刑事责任。我现在想想真的是挺后怕的，我当时就差一点，就那么一点点，我就留在那个培训班当老师了。哎，谁没犯错呢？你已经很勇敢了。你安慰我，真的，我不是安慰你。我想到我自己被学校开除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就冲去李喜的诊所，想拉他去自首。结果你们猜，他拿出什么？10万块。当时的10万块。当年周静文退学以后是怎么东山再起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我就直接拿了这个钱去了德国。你是用李启的钱去的德国？难怪之前我每次跟你聊起德国的事情，你都表现得奇奇怪怪。这个是我最难以启齿的一个秘密了。那个雨天的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眼前，我无数次在想，如果再回到那一天，我有没有勇气拒绝？或许在你们眼里，那个成功女性，就是通过那一天换来的吧。这1年实在发生好多事啊，我终于想通了，人生没有一锤定音的。如果我没拿那10万块，我或许不会走这么多弯路，跌跌撞撞，但是到最终，我还是会成为那个我想要的自己。你信命吗？以前不行，那你信不信？你我，无论走哪一条路，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医生。但做医生啊，哎，都是信命不认命。有一种说法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在古代，医生跟巫师是同一种职业，都是跟命运抢人，打不过也打。做不到也做，但是我跟医生这么多年，我越发清醒地认知到一点：无论是医学的哪一个学科，我们都不能改命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用医术，让人多一份好运而已。不咸不淡的日子，将就既然你我他，我们都没有左右命运的能力，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。相信命运，相信真，相信爱，相信美，相信奇迹。你哪儿都不差，我没说谎话。相信，相信。很好啊，别松手啊！圣诞快乐，送您份小礼物。去前台咨询就可以啊。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我拿一个，我拿一个。你好，女士，送您份小礼物，圣诞快乐。听我说，别
话，我最好的傻瓜。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啦，这个五官啊不可以乱动的，知道吧？这不只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。哎，你看我们老粉丝就告诉你了啊，这会影响运气的。来，势均摇。对，你看啊，你这边就比这边咬肌要大很多，所以我这边会给你多打一点啊。在你身后头顶上。哎呀，陈大夫，你做治疗怎么3心2意的呀？没有，一心一意。让我看看。前面出去玩吗，孟主任？玩儿？玩这个词儿早就跟我没关系。我们家学霸闺女说了，过节期间她要在家复习功课，我得做好后勤。节后就要月考了，跟同学较劲。做沙漠，做洪水，做飘飞的烛火，也曾独自站在没有月光的夜。哎，那手术室怎么能停电呢？拿一接单来。老刘，打个量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早跟你说了，到这个地方来做手术，你都要有心理准备的。往下一点，再往前一点。啊，挺好，往前一点，来了，看见了？看见了。命运还是很有意思的，是吧？你说1年前，打死我也想不到我会在这个地方做手术，还跟你一起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，我都不知道梦到多少回了，在这样的环境跟你一块儿，真假的？第6感，真的啊！不管你信不信啊，我还知道你会离开3院，跟我一块工作。自己都不知道你上哪去了。哎呀，或许我比你知道的更了解你，更关心你吧。你身体还好吗？不活着呢吗？能不好吗？说你癌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挺早就听说了，只是跟你一块工作，你没提，我也不好意思问，我还挺担心的。但是看你每天这么有活力，又这么热情，就放心了，知道你挺好。你怕死吗？不怕。刚知道自己得癌症那会儿，你突然变得更爱美。我每天都认认真真的给自己化个妆，认真的搭配好衣服才穿。我甚至在手术前还特意去染了个头发，做了个美甲，挺好的。哎呀，你说，这些病痛让我们那么痛苦，但爱美会给我们希望。你说对了。人生最刻骨铭心的其实就2件事，一个是痛苦，一个是希望。但很多时候，痛苦和希望其实是一回事。你说我们做医生的，每天面对这么多生死，都是别人的生死，但是我们自己也是血肉之躯，也会碰到这件事情。人生无常，一定要活出最美的样子，才是最重要的，对吧？终于来了。行，那就做一辈子的老美少女。美少女就美少女，干嘛加个老字啊？这么怕老？是人都会老哈。你看我现在鱼尾纹又长了，我帮你打2针，免费哈。我才不需要，爱死我的主了。行，保留。
沉入黑夜，渐痛的重放，用力却抵达荒野的迷惘。但我不做屏风上的鸟，做沙漠，做洪水，做飘飞的烛火。这希冀煽动羽翼，风中呼喊的声音是那样的熟悉，是你吗，亲爱的我自己，是你吗，亲爱的我自己。